店，一个原本并不知名的小村庄，却在1953年7月27日之后闻名于世。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朝中代表团与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双方商定，当晚10时起全线完全停火。朝鲜战争，这场双方投入战场兵力最多时达300多万的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终于落下帷幕。那天是农历6月17，随着硝烟散去，银色的月光倾泻下来，照在年轻战士的脸上，让他们的喜悦显得更加灿烂耀眼。胜利喜悦的背后，实现停战的每一步，都是中朝军队在战场上给予敌人沉重打击的结果。1951年6月，战争形成相持局面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阶段。在持续2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不断向中朝方面施加军事压力，中朝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时间要打多久？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有到了门，以后是有爱是好耶，或者每个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经彭德怀建议，毛泽东决定在停战前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金城战役打响。金城战役连同正面其他志愿军部队和朝鲜人民军的作战，共歼敌7.8万余人，志愿军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军事分界线比第一次划定的分界线又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能战，方能止战。金城战役成为打垮对手的一记重拳。战役结束之日，也成为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日。
今年93岁的齐天印，仍会时常回忆起1953年的那个夏天。那时候啊，老乡很欢迎的。我说啊，这是讲天子听的，朝鲜要停战了。哦，当时老太太高兴的哇哇拍手，太好了，太好了！朝鲜停战了以后，我儿子就会回来了。哎呀，真好！不到2周，一座凸形签字大厅落成。参与修建的中国工人们，特意在朝鲜开城的照相馆拍下这张合影。同时，志愿军第54军第135师文化科干事林行正也受领了一项新任务。什么任务啊？就是这一仗我们打得非常好，分界线的牌子都能埋上。你站在这个山头，你就在那埋上，这都是你的地方了，对的。我们到横道一看，工地已经做好了很多牌子，都有一个桌面那么大，你们就赶快写，用中文和朝鲜文2种文字。在隆隆的炮声中，林行正和战友们连夜写好了10几个木牌。此时，林行正并不知道，这些木牌即将成为历史的见证。数十公里以外，政治教导员王凤和刚从阵地上下来，就接到了要去军部开会的通知。第二天下午开大会，军长讲话，我们胜利了。今天晚上10点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历史的时针指向了1953年7月27日22时。不到10点，还有5分钟，双方都不打了，都停止了。双方不打以后，鸦雀无声，整个战场上听不到声音，虫也不叫了，青蛙也不跳了，啊，非常虚静。炮火连天的战斗，在一瞬间戛然而止。短暂的寂静过后，再次喧哗起来的是漫山遍野充满了生命张力的胜利欢呼。消息传回国内，全国各地举行各界代表参加的庆祝大会，举国欢腾庆祝朝鲜停战的胜利。7月29日，首都各界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会召开，4500余人参加，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通过了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1958年10月25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率领志愿军总部乘最后一列撤军列车离开平壤。这一天，正好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8周年。到28号的下午，到的北京。那周总理、陈毅元帅、郭沫若，那时候北京市长是彭真，大家都到车站去欢迎。刚把东西放下，又马上出发到北京体育馆开一个大会。就是在那个大会上呢，给杨勇送了一个大锦旗，很大的，上面写了：你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几句话，你们的勋名万古存。这就是对抗美援朝做了一个
非常简练的，又非常经典的吧一个概括了最后的。全国人民隆重欢迎志愿军胜利凯旋。祖国以崇高的礼遇迎接他的英雄儿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志愿军归国部队代表。在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宴会上，周恩来致辞，并与大家共饮胜利酒。2年9个月的浴血奋战中，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作战，共歼灭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1万余人，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坦克1492辆，装甲车92辆，汽车7949辆，缴获各种炮4037门。此时担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则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给美国人留下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是有力量。那么中国人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任何事儿都是有底线的。你要越过底线，那我们是坚决维护我们的利益，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朝鲜战争停战1个半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刘少奇等听取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会上，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中国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了空前提高。1953年9月，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彭德怀，目睹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慨地说：“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备着高度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我们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友爱团结。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昂扬。”而这一场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场苦涩的战争。东京第一大厦。2战之后，驻日盟军最高长官麦克阿瑟的豪华办公室，就设在这座可以俯视日本皇宫的饭店里。1951年4月11日，刚刚度过71岁生日的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杜鲁门解职，黯然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停战协定签署的3个月后，年仅57岁的克拉克也匆匆退休。
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也让挑起中美对抗的杜鲁门政府威信扫地。第2年，杜鲁门宣布不再谋求总统连任。正是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世界开始认真聆听中国声音，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1950年11月28日，抗美援朝第2次战役进入第4天。新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走上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席。我现在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代表全中国47500万的人民，在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是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伍修权的控诉演讲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这也是联合国总部第1次响起新中国的声音。新中国站起来了，我们革命的性质，我们共产党人的风格，我们站起来，我们就是不能被任何人所欺侮，我们就要在国际社会要控诉你，要驳斥你，文武啊2条战线，这个是不可或缺的。大洋彼岸的这一幕传回北京，毛泽东笑着说：“伍修权告了玉皇大帝一状。”那个时候是我的大姐，当时他的地理老师啊，在讲课的时候也特别兴奋，就跟同学们讲，说你看咱们的那个特使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发表的这个讲话引起了世界上的巨大的反应对我们就是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呢，极大的提高了。1954年4月24日下午3时，一架伊尔14飞机缓缓停靠在日内瓦机场。舱门刚刚打开，所有的镁光灯都对准了周恩来。新中国的总理成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的主角，在世界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一到了这个日内瓦会议，就是什么呢？中国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发挥着它的这个作用。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战争。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汇聚印度尼西亚山城万隆，这是亚非人民第1次独立自主的盛会。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中国的气度和胸襟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使中国赢得了对手的尊敬。1971年7月底，在外交部担任速记工作的连正宝，和同事封闭在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内，等待着一次特殊的到访。当时我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成立的接待小组，叫研究组的成员之一。研究组的组长是易金元元帅。这次访问在中美双方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71年7月9日中午，一架喷气式飞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飞机上的乘客，就是这次接待小组一直等待的神秘客人——尼克松总统特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美方将这次秘密访问取名为“波罗行动”，既希望能像马可·波罗一样创造历史，又充满了未知和忐忑。基辛格关心的呢，他是中方能不能同意，会不会同意尼克松访华？什么时候访华？不是的来问。后来他得知说中方同意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份以前访华，他高兴坏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那一年，尼克松成为美国副总统。1972年2月21日，已是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乘飞机来到北京。他清楚地知道，这次飞越太平洋的航程，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另一件国际大事也在上演。1971年10月25日晚，平日里喧嚣的纽约曼哈顿显得有些宁静。那个夜晚，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座39层的白色大厦，等待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随着2758号决议投票结果的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世界编年史上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叠印。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21年后的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它应有的权利、地位和尊严。这看似巧合的历史，实则有它必然的逻辑。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激发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巩固新中国的进程因此大大加快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空前迸发。新中国按原计划于1952年底前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1年如期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国逐步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基础，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形成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生产不断发展基础上，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各项事业都展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抗美援朝战争进一步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使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兵种从单一走向合成，装备从落后走向先进，战法
转入协同，战将宛若群星。战争期间，最后一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他曾经跟我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没有打败对方，甚至对方这个更强大，更具有威胁力。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个大学校，促进了我们这个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残酷的战争，自有它无法变更的规律和法则。在硬碰硬的对决与较量中，志愿军深刻认清了对手，也深刻认清了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央军委系统地总结同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经验，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迈开了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历史步伐。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对军事学院第1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长沙、哈尔滨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连着一段共同的血脉——军事工程学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哈军宫。1952年6月6日，朝鲜战场前线激战正酣，一纸电令却将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陈赓召回了北京。这位满身硝烟的战将，被委以重任，组建军事工程学院，为我军培养高素质装备技术人才。1年后，哈军工正式开学。如今，当年的哈军工5个系，在全国多地开花结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学会办校。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回国后进入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学习期间，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同志们，国内的仗打完了，国外的仗也打完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电影《横空出世》对于张履天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影片中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原型，就是他的父亲张运玉将军。上甘岭战役时，志愿军第15军参谋长张运玉率领征尘未洗的部队，又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建设中国自己的核试验基地。打了上甘岭，这是精神原子弹；打了原子弹，这是精神上甘岭。因为上甘岭战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役中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原子弹，打出了志愿军的信心，必胜的信心。用这种上甘岭这种英勇奋战、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把原子弹制造成了。伴着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号角，钱学森、陈能宽、郭永怀、
杨家池、姚同斌、孙家栋、周光召等科学家相继回国，投身到两弹一星的事业中。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朝鲜战场胜利的号角犹在耳畔，世界又被这一声声东方巨响所震撼。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成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能力，成为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抗美援朝战场上，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光辉典范的中国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精神绝不上迷，我们的精神绝对是爱国。我们在朝鲜有一个信念，说我们就是死也要把敌人顶回去。这股子信念，这股子爱国主义精神，我说这不是迷，这明明白白的，这个是我们党教育出来的这种精神。靠精神的力量，这精神力量哪来的？很重要一条就是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人打仗。我为谁人来打仗？我为谁人扛起枪？为了爹，为了娘，为了人民解放。人民解放，我解放。要政治建军呢，要思想工作做到就是对人的思想，这是最重要的。没有为了国家为人民忠心耿耿的人，在现代化无尽。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弘扬和光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60多年过去了，这些精神已经深深融入几代中国人的血脉灵魂，成为中华民族直面挑战、敢于斗争、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样一种精神呢，得到抗美援朝，所以那个部队一直是斗志昂扬的，都是意气风发。当时搞出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革命乐观主义，这是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啊，进一步发扬起来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时代继承下去，我们中华民族有了这种精神，这个民族就不会衰败。
我们要努力学习和发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6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我国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99.1万亿元，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1大国，商品消费第2大国，外资流入第2大国，工业体系逐步完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1，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升，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其中谷物、肉类、花生、茶叶、水果等产量持续位居世界第1。创新型国家成果丰硕，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诸多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实现重大飞跃，以4纵4横为主骨架的高铁网基本形成，高速、移动、安全、泛载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落实，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武器装备加快发展，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推进，已与180个国家建交，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面对突袭而至的病毒、来势汹汹的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这一串串鲜亮的成绩单，是对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献出生命的英烈，为保卫祖国、维护和平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们的最好告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是和平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当年投身抗美援朝战争的那批年轻人，如今已渐入人生晚秋。那段历史对于他们而言，是一段青春的华彩；对于国家民族而言，那是一段奋发图强的家国记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同样也面临着沟沟坎坎。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既然有些风浪躲不过，绕不开，那就必须战狂风，斗恶浪，勇敢的中流击水，奋击争先。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和平的珍贵。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和民族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必胜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如果天空永远晴朗和煦，我不会告诉你浴血光荣的记忆。曾经的远征已融入岁月大地，炮火中会谋事尊严的高地。
赴后继。为了家园，不再有亲人哭泣，我依然去接受硝烟弥漫的洗礼。美好的青春，怒放出战的黄花，冲锋的号角只为英雄呼吸。每一代